针对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局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五指出，不管提出什么地区战略，宗旨都应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同时，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也在一场国际智库对话会上指出，乌克兰危机暴露出全球安全治理确实出了大问题。他表示，号称擅长治理的欧洲手里拿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智能手机，脑子里的操作系统却还是上世纪的冷战思维。欧洲安全出现死机就不奇怪了。乐玉成还指出，美国不断在中国家门口秀肌肉，这不是亚太版北约东扩又是什么？王毅周五同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举行视频会晤。他表示，东亚地区已形成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这是保持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逆时代潮流而动，不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和长远利益。王毅列举，美国激活五眼联盟，实质是鼓吹扩散陈旧的冷战思维；建立四边机制，实质是在本地区制造新的集团对立；推进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实质是在本地区挑动军备竞赛。王毅强调，不管地区合作向太平洋还是印度洋拓展，重心都应放在东亚，引擎都应该是东盟。不管提出什么地区战略，宗旨都应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中方愿同印尼共同维护好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共同维护好本地区各国谋求发展振兴的正当权利。外界注意到，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将于下周在华盛顿召开。近段时间，美国及东南亚舆论在预判此次会晤时都认为，作为东道主，美国总统拜登将敦促东盟各国领导人谴责俄罗斯，但真正的重点是中国。因为作为美国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核心区，东南亚无疑是其拉拢重点。不过，深圳卫视注意到，路透社周六报道称，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助理部长兼顾问高金华受访时明确指出，柬埔寨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同样，东盟也会本着包容性的原则和中美两国展开合作。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来也多次表态，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在3月底访美时，哪怕拜登在记者会上多次带风向提印太，李显龙都不接茬儿，始终强调亚太。中方这个表态其实呢也是表明一种愿望，那就是像东盟这样的区内的众多中小国家，实际上呢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的棋子，而应该在区域合作方面发挥更为积极正面的作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周五在求和平、促发展全球20国智库在线对话会发表讲话。乐玉成一开始就坦言，就国际安全而言，这几年形势的确一年不如一年。如今欧洲又起战火，俄乌冲突愈演愈烈，对国际安全的影响难以估量。与此同时，新冷战逆风劲吹，霸权强权主义横行，世界分裂对抗之势加剧，集团化阵营化再现，信息战、舆论战大行其道。乐玉成指出，乌克兰危机暴露出全球安全治理确实出了大问题。尤其是在号称擅长治理的欧洲还出现严重的安全危机，恰恰说明一些国家的安全政策失败、观念落伍、思维僵化。乐玉成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其精髓要义是以新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这一重大倡议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为消弭和平赤字提供了治本之策，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方案。针对树立新安全观，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携手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乐玉成提出5点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在第5点建议坚持维护亚太安全稳定，不允许亚太生战生乱当中，乐玉成强调，亚太是和平稳定的高地，合作发展的热土。乌克兰危机警醒我们要珍惜和平，维护和平，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乐玉成指出，近来有些人呼吁需建立全球性北约，北约也在频繁介入亚太事务，这不能不令地区国家担忧。我们不能允许阵营对抗在亚太地区重演，不能允许个别国家为一己私利将亚太拖入战火，不能允许本地区中小国家沦为霸权的工具乃至牺牲品。不过，
近年来，总有一些人对中国在国际安全上的积极作用和贡献视而不见，对中方说三道四，无端的曲解指责，甚至还向中方甩锅推责。最近，围绕乌克兰危机就出现种种荒谬论调和虚假信息，试图把俄乌冲突的责任安到中国头上。还有论调声称，美国在对付俄罗斯时也不能忽视中国，要视欧亚大陆为欧亚战场，力争同时打赢欧洲、亚太两场战争。乐玉成提醒，这种论调十分危险。美国就推行所谓印太战略，扬言如果改变不了中国的体制，就要重塑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近来，美国也不断在中国的家门口秀肌肉，拼凑各种反华小圈子，甚至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试探红线。这不是亚太版的北约东扩又是什么呢？拜登啊，此次亚太之行呢，访日访韩，包括4国机制会谈，其实呢还是在打造美国主导的小圈子，还是呢那样一套冷战思维作祟。任何富有政治智慧的国家，如果真的从自己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就一定会以俄乌冲突作为前车之鉴，千方百计避免亚太地区局势重蹈俄乌冲突的覆辙。毕竟呢，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一定是所有的周边国家都是受害者。有观察认为，印太地区正为全球经济提供驱动力。美国的印太战略还依赖几十年前的假设，已经不适合今天的环境。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隔绝脱钩绝不是可选项。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三会见美国会参院民主党督导、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德宾时就表示，中美是两个重要大国，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尽管呢，美方呢已经多次重申4不1无1的承诺，但是呢，美方的承诺显然和美方的实际行动仍然有巨大的差距。那么美方目前呢，关键还是要做到言行一致，而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那对于中美关系，对于美方自身的利益，也一定会构成重大的损害。近来，日本政府不断借俄乌局势拿台海问题在国际上挑事，造谣所谓中国军事威胁。首相岸田文雄本周在访问英国时妄称，明天的东亚可能成为乌克兰。而同期在美国访问的防相岸信夫也无端妄言台海问题。对于日方频频借外交活动夹带私货，中方予以坚决反对。周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来到此次亚欧之行的最后一站英国，并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面。这是岸田上任以来首次访英，受到英方热烈欢迎。两人一同观看英国皇家空军飞行表演，并检阅仪仗队。英国政府称之为两国紧密关系的象征。会谈期间，两人一起品尝日本福岛爆米花的画面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当地食品安全引发质疑。据悉，在日方一再敦促下，约翰逊计划在下个月解除福岛食品进口限制。此外，目前正值英国就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行谈判期间，而日本是相关工作组的主席。除了经贸合作，岸田此行的重头戏就是发展双方在防务上的合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双方围绕有关日本自卫队和英军联合训练等的互惠准入协定原则上达成一致。如果达成，这份协定将标志着日本与英国的军事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目前，日本仅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存在类似协定，为日本自卫队与美澳军队联合演习等提供了文本框架。近年来，日本与英国在防务和经贸层面的合作持续加强，包括举行由防长和外长出席的2+2对话，签署日英自贸协定等。岸田去年10月上任后，这一趋势得以延续。外界预计，在现有合作基础之上，两国在安全层面的合作可能还会更进一步，例如令日本成为第6只眼。日本近期已透露出加入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组成的5眼联盟的计划。最想实现的一个所谓的最直接的一个战略意图，就是在整个由俄乌冲突引发的这一轮国际秩序变动当中，日本要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看作是自己一次提升政治大国、提升全球影响力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无论是以北约为中心的会议，还是以G7为中心的会议，我们都能看到日本在整个这个所谓的穿梭外交的过程中，日本的势头非常强劲。值得注意的是，岸田与约翰逊会谈期间，还借俄乌局势大谈东海、南海议题，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在提及台海局势时，岸田文雄甚至妄称今日乌克兰或是明日东亚，并表示现在是七国集团巩固其团结的时候了。这番言论也遭到中方的坚决驳斥。日方频频借一些外交活动夹带私货，拿中国说事儿，渲染地区紧张局势，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日方这样做是为自身扩武强军寻找借口，损害地区国家互信与合作，这不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注定不得人心。中方对日方有关言行表示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还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同乌克兰局势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更应该谨言慎行，完全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在涉海问题上，中方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愿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妥善处理分歧，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宁。周六，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岸田访英期间涉华错误言论表示，近来日方在国际上频繁挑事生非，炒作台湾、涉海等问题，含沙射影攻击中国，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不应针对第三方，也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日方如果真的希望东亚和平稳定，就应该立即停止挑动大国对抗，多做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相互信任、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日方其实有一个担心美国过于把精力放在所谓的欧洲战场，放在欧洲方向。另外一方面，今年是日本宪法修订的这个75周年，整个日本国内正在弥漫着一股要修宪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最近有几个民调显示，实际上都在暗示着日本可能今年在修宪问题上有一些大的举动。在这种背景下，实际上岸田也希望造势。就在岸田文雄访英的同时，日本防相岸信夫也展开访美行程。他在和美防长奥斯汀的会谈中也谈及台海议题，双方无端指责中国近年来对所谓的国际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并强调了所谓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日本一些政客也没闲着，加大了与民进党当局勾连的频次。据岛内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议员一行11人本周窜访台湾，期间与蔡英文等人见面。窜访团成员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宪和甚至扬言，日本将解放军军机绕岛巡航当作自身事务，将提高危机感云云。此外，岛内媒体还引述日媒所谓独家报道称，民进党一些亲日分子也趁机操弄，要筹备成立所谓安倍晋三之友会，定期举办所谓的台日交流演讲会，交流安倍晋三的所谓印度太平洋战略构想，并欢迎安倍访台等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岸田会在这个方向继续发力，也预示着未来日本在新一轮亚太格局变动当中，特别是在台海有事之后，日本可能将在安全问题上更多的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实际上现在更多的是日本在对美国进行一个战略利用。对于日本与美英在台海议题上勾连挑衅，不少岛内人士保持清醒。台当局前外事官员介文杰认为，日方高调展现姿态，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战略目的。一段时间以来，英国在多个场合高调推动北约亚太化，甚至妄言北约应帮助台湾自卫。而在亚太地区，日本正异常起劲地应和这种盘算，似乎一心想成为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近期日本包括首相、外务大臣及防卫大臣在内的高层三项齐出，在周边及欧美展开一系列外交动作。那么，您认为日本此举的战略意图何在呢？其实要了解日本最近在外交领域内频繁出击的真正战略意图，我们只要了解一下，包括首相岸田文雄在内的一众日本高官，在这次出访期间一路上都说了些什么。我仔细关注了一下，他们这次出访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么几句话。第一句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前国际局势正处于大变动的历史十字路口。第二，
中国跟俄罗斯一样，都会选择以武力改变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现状。第三，当前欧洲地区发生的俄乌战争极有可能会在东亚地区重演。第四，国际社会在关注欧洲、关注俄乌战争的同时，更要关注印太、关注中国、关注台海。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正在利用整个西方世界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俄罗斯的机会，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将欧洲问题印太化，将乌克兰问题台湾化，以最终达到把国际社会对俄乌局势的关注转移到对台海局势关注上来，把西方势力勾引到印太地区来的目的。当然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高官们这次集体出访的战略目的与诉求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日本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前任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以及外交副大臣佐藤正久在跟美方会谈时，着重强调的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已经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因此现在需要美方也在台湾问题上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来。日方甚至希望美方明确宣布要对台湾提供核保护。这个也就意味着日本正在向美方施压，要求其在军事介入台海局势上放弃模糊战略，跟日本一道亮明自己的底牌。而岸田在访问意大利与英国的时候，这在强调欧洲地区安全与印太地区安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欧洲必须要像关注自身安全一样关注印太地区安全。那么联系到日前英国外相特拉斯公开呼吁北约要关注台海局势，甚至是呼吁北约要印太化，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想到，日本正在跟英国一东一西里应外合，促使北约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正在利用俄乌局势上蹿下跳，要搞出大动静，或者说要下一盘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针对台湾的大棋。据外电报道，日本首相岸田访问英国期间，还就签署有关日本自卫队和英国军队联合训练的互惠准入协定达成原则共识，并决定为实现尽早签署有关协定而加速推进相关工作。对此，您又如何看呢？其实早年日本在跟美国缔结军事同盟关系的时候，曾经签订过一个名叫日美地位协定的，也就是俗称 RAA 的东西。它是美日缔结军事同盟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为了共同应对中国，也签订了一个 RAA 协定，只不过它的名称被改为了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因此，假如日本与英国也签订一个日英互惠准入协定，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日本跟澳大利亚还有英国已经正式建立了准军事同盟关系，也就标志着未来日本加入AUKUS军事同盟将会是指日可待的事情。那么根据日英两国的宣布，他们签订互惠准入协定的目的是为了开展联合训练和演习与救灾行动。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障眼法。日英互惠准入协定的真正要害在于，在签订这个协定之后，未来日英两国可以相互在对方的国土上驻扎军队，也就是日本自卫队可以驻扎在英国，英国军队也可以驻扎在日本，实际上就轻易地解决了英国介入印太事务与台海局势鞭长莫及的问题。那么据我所知，日本与法国也在通过举行外长加防长2+2会议的方式探讨签署日法互惠准入协定。不久前，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日本的时候，估计也探讨过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假如日本跟北约的核心成员国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签订了互惠准入协定。那未来北约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印太地区，所面临的鞭长莫及的问题就都将迎刃而解了。所以日本这一招才是真正的包藏祸心，它等于是把一群狼都引到了中国的卧榻之侧来筑窝来酣睡了。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5亿美元的武器，美国对乌援助总额已达38亿美元。俄乌冲突持续至今已超过2个月，尽管拜登政府表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乌克兰派兵，但不停加码对乌军援，究竟在打什么算盘？来看报道。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德国政府发言人周五表示，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在周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围绕乌克兰问题举行视频会议，泽连斯基届时会就当前局势做报告。对此，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还放话，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在这次视频会议上讨论对俄实施更多的制裁，并展示七国集团的持续团结和对乌克兰的支持。分析认为，会议正值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前夕，挑衅意味浓厚。美国总统拜登周五还通过声明表示，加码1.5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援助。白宫一位官员披露，这项最新的一揽子计划包括2.5万发155毫米炮弹、炮火反击雷达、干扰设备和野战设备。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已达38亿美元。为补充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巨大战争消耗，美国正全速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关键弹药。另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美国国民警卫队老旧的战地出租车也在乌克兰找到了新用途。至少有5个州向欧洲运送了素有战地出租车之称的老旧 M113 装甲运兵车，以支持五角大楼向乌克兰运送装备的竞赛。这项援助来自拜登4月13号宣布的一项价值8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200辆 M113 装甲车。美国陆军认为，尽管 M113 装甲运兵车已经过时，但由于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战斗面临着春天的阴雨和泥泞，拥有履带且重量远远小于 M1 主战坦克的 M113被认为可以为乌克兰士兵提供运输和保护，使其免遭小型武器和火炮的攻击。M113呢是64年定型的，参加过越南战争，到现在呢已经有60年的这个历史了。但比较新型的呢，现在还在用。俄乌冲突持续已超过2个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频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给俄乌局势火上浇油。美国国防部前高级安全政策分析师迈克尔·马卢夫近日对媒体坦言，从乌克兰危机发生的历史经纬和现实走向来看，美国正是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的幕后推手。而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约无底线东扩，严重恶化了俄罗斯的安全形势。原属中立国的芬兰和瑞典都表示要在5月中旬申请加入北约。瑞典外交大臣安林德周三在华盛顿表示，瑞典已经得到了美国的保证，即在其可能申请加入北约的这段时间内，瑞典将得到美国的支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四也承诺，在处理瑞典可能的入约申请期间，北约将增强在瑞典边境周围和波罗的海的驻军，提前保护瑞典。俄罗斯此前就曾警告瑞典和芬兰，如果他们成为北约成员国，将产生严重后果。俄方可能在其西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核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据法新社报道，周三，俄罗斯宣布在加里宁格勒进行了模拟核导弹攻击。演习中，俄军模拟了装有核武器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的电子发射，还演练了对敌方反击的应对。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周四表示，不打算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核武器。在加里宁格勒的这场试验，我觉得更多的它其实还是一种象征意义，特别是近期这个北约相关的一些非北约的国家的这个加入的一些举动啊，俄罗斯它要表示出自己的这种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俄罗斯本来呢，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呢，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北约东扩。乌克兰呢以前有加入北约的一个明显的动向，是吧？但是呢，这个实际行动结果呢，却是跟愿望相反。北约当然东扩没完全制止，北约反而北扩很可能要成功了。所以呢，这个对整个欧洲的安全形势来说呢，可能不是比原来更好，而是对俄罗斯来说比原来更严峻了啊。不过，保持人间清醒的国家也不在少数。
奥地利新闻社周五发布由该国机构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75%的受访者反对奥地利加入北约，只有14%的人支持。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官网周四还援引瑞典日报报道，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就是否加入北约产生内部分歧，党内社会民主妇女联盟对此表示反对，呼吁瑞典在军事问题上保持中立。韩国总统就职典礼将于下周2举行，中方高度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率团出席。在尹锡悦后任的窗口期，韩方宣布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尹锡悦作为即将宣誓就职的韩国总统，接受北约递来的橄榄枝意味着什么？对东北亚局势有何影响？来看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宣布，应韩国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率团赴韩国出席下周2在首尔举行的尹锡悦总统就职仪式。中韩是永远的近邻，也是重要合作伙伴。我们祝愿友好的邻邦韩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希望中韩友好合作不断迈向更高水平。北京青年报正知新媒体刊文指出，这是疫情以来中国正国级国家领导人首次走出国门。由于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当时并未举行就职典礼，王岐山此行也是中方时隔9年多再次派出高级别官员出席韩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中国派出正国级的主席特别代表去参加这个韩国总统就职典礼，充分说明了中国对韩国的重视程度。那么有利于中国和尹锡悦的执政政府团队能够进行很深层次的交流，能够进一步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能够打消韩国对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这个外交战略的一种误解，这样的话能达到进一步的推进两国关系进一步行稳致远的这个目标。韩国总统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同日也公布将访韩出席典礼的外国贵宾名单，筹备委将王岐山列为首脑级人士。多家韩国媒体在报道中用魄力来形容王岐山此行，认为中国重视中韩关系。韩国总统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朴柱宣也表示，委员会方面认为中方此举可被视为向韩方表达今后进一步加深纽带关系之意。尹锡悦新政府对华政策表态也受到外界关注。他提名的外交部长官朴振上周五答议员提问时表示，将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构建起健康成熟的韩中合作关系新时代。韩方将立足于国家利益和原则，加强双方战略沟通，本着政经分离、共同利益的原则，扩大两国务实互利合作，实现均衡的首脑外交。他上任后将促成韩中领导人互访，并通过活跃两国高层战略沟通，妥善处理韩中事务。外界注意到，尹锡悦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后，曾发表过不少亲美言论。一些韩国议员担忧，新政府或将打破近年来韩国在中美之间平衡外交的取态。但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外交政策通常还是会理性决策。中国社会对尹锡悦没有上台之前的选举语言不必太过计较。该报认为，经贸是中韩关系的磁铁。2021年双边贸易额达3623.5亿美元，同比增长26.9%，再创历史新高，比韩美和韩日贸易额加起来还要高。韩方对华贸易顺差646.3亿美元。这对近年来亮起红灯的韩国经济至为关键。尹锡悦在与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会面时，就主动提到了中韩经贸关系十分重要，并称坚信中韩关系将更上一层楼。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尹锡悦总统以及他的执政团队、外交安保团队都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方的战略意图以及中韩关系的重要性。那么在此之前呢，因为尹锡悦总统在竞选期间，他为了吸引这选民的注意力，说了一些比较过激的言语。那么他在执政之后呢，他会比较详细全面去评估韩国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国在韩国国家利益中的重要地位。金融时报观察到，虽然韩方坚定视韩美同盟为外交轴心和基石，但中韩建交30年来，历届韩国政府都主动选择避免一边倒地倒向美国。俄乌冲突以来，韩国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已经得罪了莫斯科，与日本又有根深蒂固的历史心结无法解开。无论如何，尹锡悦政府都无法应对与所有邻国都交恶的状况。金融时报分析指出，韩国在处理半岛问题时也绕不开中国。
多家韩国智库都指出，拜登上台后搁置了朝核问题，朝韩关系也随即走进死胡同，这对韩国的安全不利。由于是美国对韩国的这种牵制和捆绑，由于就是现在的国际环境对韩国一些影响，那么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看呢，导致韩国现在它需要对自身安全进一步加强理解。但是在加强理解情况下呢，它有一种新的一种顾虑，就是不能去增加韩国新的安全隐患。那么很明显，中国不是韩国的敌对国家，也不是韩国的竞争对手。相反，中国是韩国很重要的合作伙伴。本周，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访问首尔，在与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圭德会晤时，双方讨论合作稳控半岛局势的方案。中方重申一贯坚持半岛无核化，将为和平解决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访韩期间，刘晓明还与尹锡悦提名的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金泰孝会面。不过，就在韩国新政府上台前夕，韩国国家情报院周四宣布，韩国成为亚洲首个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的国家。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是与北约有合作关系的25个卓越中心之一，属于国际军事组织，旨在通过培训、研发、演习等方式，加强北约及其成员国、伙伴国之间在网络防御领域的能力、合作和情报共享。韩国 MBC 电视台认为，虽然此次韩国加入的不是北约，而是北约合作机构，但其意义也非同小可。分析指出，鉴于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加入北约的合作机构即意味着选边站队。观察指出，北约在俄乌冲突之后强化了全球化北约的意图。4月初曾邀请韩国、日本等非成员国参加北约外长会，又邀请他们参加6月的北约峰会。韩国外交部长官被提名人朴振表示，正在研讨当选总统尹锡悦应邀出席下月北约首脑会议的可行性。分析认为，韩国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是北约染指亚太的一次成功尝试，韩国为北约提供了一个抓手，但韩国申请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韩国和北约强化合作是美韩同盟在多边平台的体现，也为美国运作北约介入亚太事务提供了空间。韩国参加它这个北约网络防御中心里面，它有多重的意图在里面。首先，第一个呢，从技术上考虑，韩国呢是一个网络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大家很清楚，它有三星、有 LG 这些举世闻名的这个高科技公司，但是它的网络安全战略是比较慢的。第二呢，就从经济因素，美欧是世界上两个很重要的市场，对韩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实际上它有利于跟美国和欧洲的安全的网络经济标准有一个对接。第三个，我觉得它有一些考虑呢，还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考虑，它需要是一种政治宣示的意味。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韩国正式加入北约下属的网络防御合作专业中心，您有何观察？主持人好。目前外界的报道普遍低估了韩国加入北约网络防御合作专业中心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有观点认为，网络防御合作专业中心毕竟不是北约本体，又或者是认为韩国加入该组织的最大影响也不过是韩国强化自身网络安全。没错，北约的本体是一个军事同盟组织，旨在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军事行动。只要不在最核心的军事一体化与联合作战问题上做文章，韩国加入北约下辖组织便还是在以外人的身份与北约整体进行合作。但问题在于，这不是什么一般的合作。韩国此次加入的网络防御合作专业中心是北约联盟转型指挥部下辖的25个专业中心之一，旨在探索北约未来的组织与军事建设方向，提升各成员国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加入网络防御合作专业中心并不会让韩国直接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但该组织和它所隶属的联盟转型指挥部却也是为北约的军事行动而直接服务，旨在探索如何让北约更好地执行军事行动。此外，北约网络防御合作专业中心选择吸纳韩国，我不相信是没有指向性的。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截至2021年8月，我国共有4个海底光缆接入点，12条正在使用的线路，排除一条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海底快线，一条金砖5国之间的专属线路，一条向西连接欧洲的线路。中国目前9条接入太平洋国际骨干网的海底光缆中
7条要途经韩国。公开数据显示，全球95%以上的跨国数据由海底光缆传输。从这个角度而言，韩国加入网络防御合作专业中心，我们要关注的不应该是韩国如何强化自身网络安全，而是会为北约，尤其是美国的网络战提供怎样的便利平台。去年5月，丹麦广播公司揭露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曾在2012至2014年期间，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通过丹麦的互联网设施接入欧洲网络，监听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多国领导人与政府高层，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也名列其中。事实上，美国大西洋月刊2013年就援引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资料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执行名为上游的大规模海底光缆窃听计划，全球超过200条，也就是接近一半的海底光缆遭到美国情报机构的监控。而韩国正式加入北约下属的网络防御合作专业中心，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成北约探索网络战、信息战的专业机构正式进驻韩国，威胁我国海底光缆线路的节点安全。对此，中国必须提前做好预判，主动做好国际法与外事工作，对韩国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胁之以威，确保韩国不至于做出削弱国际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的错误选择。那您认为韩国加入北约下属的网络防御合作专业中心，是否在为最终加入北约拿投名状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是：韩国为什么要加入北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能给的，北大西洋公约给不了更多。与此同时，还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美韩同盟对韩国而言，它不香嘛？根据1953年美韩之间缔结的无限期军事同盟条约，美韩任何一方在亚太地区受到攻击，另一方都要给予军事援助。简单来说，任何国家攻击韩国等同于攻击美国，美国会做出军事反击，而只有当美国遭到攻击，韩国才需要对外承担连带反击责任。但假如韩国加入北约，情况就变成了北约30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受到攻击，韩国都有协同保护义务。韩国被卷入军事冲突的概率明显升高。此外，以韩国的常规军力而言，单说超过1700辆的各型先进主战坦克，放在北约之中已经是妥妥的美国之后第2号军事强国。不说欧洲协防韩国，不要求韩国协防欧洲就不错了。这也是问题所在。加入北约不会让韩国更安全，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对于韩国能响应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大概率还是只有美国。其他29个北约成员国最多只是理论上的军事盟友。冷战时期，北约的军事构建和装备选择完全建立在欧洲各国军队尽可能拖住华约军队，直至美军登陆欧洲进行反击这点之上。直到今天，美军也是北约作战体系中的主要远程投送机动力量。尤其在当前俄乌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有实质意义的欧洲军队出现在东亚，更是难以想象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日本也不会在日美安保条约的基础上加入北约，好处不变，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看到了太多有关日韩要加入北约的吸睛言论。一方面，北约的确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北约的全面扩张似乎符合美国军事外交的逻辑。但另一方面，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是，北约的本质是一个区域防御组织，而不是一个世界性的防御组织。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共同安全组织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北约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和欧洲在战后的一笔交易，美国提供必要的军事安全保障，作为交换，欧洲承认美国参与构建欧洲秩序的必要与合理性。这就是为什么北约的历来东扩都局限在欧洲的范围之内，因为将北约延展至欧洲之外，只会削弱北约存在的根本意义。简而言之，欧洲不傻，美国不傻，日韩也不傻。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直播港澳台推出特别策划《凡人英雄》，讲述在援港抗疫中我们身边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在2万多名援港建设者的努力下，
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应急医院方舱生活配套设施相继拔地而起，中国速度精彩呈现。为保证项目施工的安全、建设者的安全，无论白天黑夜，都会有一辆满载救援装备的皮卡穿梭在工地中的每条道路。而皮卡的驾驶员中建科工应急救援队队长魏鑫，就是工地安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反应人。只要有人受伤，在场外救护车到达前，就有卫星为伤者进行紧急救治的身影。15分钟内到达现场，这是给予工地安全事故发生后第一反应人的一刻钟。主要就是外伤，有一些割伤，然后还有一些砸伤，这一类的伤。遇到这个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能赶到现场。夜深了，工地上依旧灯火通明，加紧建设。卫星正在他的救援皮卡上闭目养神，这是他短暂的休息时刻。为了第一时间对伤者进行救治，他已经习惯了把这辆满载着救援装备的皮卡当作一间可以随时出发的移动宿舍。所到之处，卫星的红色救援服都显得格外醒目。救援服背后“黑马救援”几个大字，展示着卫星的另外一个身份——黑马救援队副大队长。这是一支由国家应急管理部统管的救援队。从进场的第一天起，除了偶尔洗澡，就连睡觉时，卫星身上的救援服也从未脱下。给工友帽子上留的我的应急电话呢，希望他们在遇到这个突发状况的第一时间能给我打电话。我又不希望他们打电话，我是不希望有这么多的这个人身伤害。37岁的卫星有一双与其年龄完全不相符的手。从事救援工作6年时间，长期在极端条件下工作，手上的沟壑已经成了他独有的功勋章。他手腕上佩戴的金属手环是江苏省战救动员保障中心为完成 TECC 战术战伤危险环境下紧急伤员救治体系培训的优秀教官特别定制，全国仅7人拥有。材质特殊，一经戴上，只有在环境温度接近0度的条件下才能变软取下。卫星说：“人命关天，这个手环就像他肩负的责任，从扛起来的第一天起就无法轻易卸下。”来到这里参建的人员呢，大家看着都是英雄啊，但是在我眼里呢，就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